植入后请保持好心情，好心情非常重要，尤其是你的身旁会有很多关心你的人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理压力一定是很大的。那这个情况下，我想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先安定你自己的心情，保持一个好情绪，减少我们压力对怀孕的一些影响。那包括你的睡眠，希望大家在植入后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，也对于缓和我们的身心很有帮忙。那尽量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，相信你的胚胎，相信你的医疗团队，一定可以帮你带上一个很好很可爱的宝宝的。已经完成植入，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呢？那我在门诊病人最常问的是，我植入后很想上厕所怎么办？就是我胀尿胀得这么严重，我真的可以马上下床上厕所吗？我的胚胎会不会掉出来呢？那这个在这边的话，就是林医师要告诉大家，请大家不要担心。那所以在植入完成后，请大家可以很悠闲的上洗手间，上完洗手间后再回到我们原本的床位进行休息，或者是收拾行囊准备回家，这个都是可以的。所以植入后的一个起身上厕所，并不会影响到大家的成功率，请大家不要担心的。那植入后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，请记得你的所有的用药一定要遵照医嘱，使用到验孕为止。这中间的药物请一定要记得哦，那不能任意的停药。那在使用过程里面，如果有一些疑问，比方说有少数的病人对药物可能会产生副作用，恶心、呕吐，或者是有一些皮肤红疹的状况，那像这样比较特别的情形，我想可以先跟我们的咨询同仁做电话上的一个联系，确认这样的情况有没有需要回诊。那如果有需要回诊，我想就要请大家回来给医生做进一步的评估，用药的部分有没有需要做调整。所以关于用药的医嘱上一定要特别注意的。胚胎尝试在着床的过程会有一些内膜的剥落，所以植入后的出血我们等一下也会稍微讲一下。大致上这种情况下，你任意的停药，反而会造成这一次植入的情况就失败的。植入的用药一定要遵照医嘱，确实的一个使用。那再来就是植入后病人最常问的还有几件事情，植入后适不适合有性生活呢？那我想这个大概会以医疗的观点来讲，子宫如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，对胚胎的早期着床来说是相对比较好的，所以植入后的性生活在这一段期间其实并没有很建议的哦。那我想各位先生朋友可能要自己多多忍耐哦。那关于饮食方面，我们给的建议一般是以均衡的饮食为主，那尽可能避免在这个时候去服用来路不明的中药跟补品。那这些中药跟补品会不会有一些有害的物质，其实我们不太知道的。那大概在植入后到验孕前这段期间，我想尽可能还是不要使用，或者跟你的医生讨论完后再做补充会比较合适的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的胚胎植入完到胚胎顺利着床的时间其实并不长，大概平均24小时到3天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，端看你植入的胚胎是哪一个时期的。那在植入后这段期间，如果可以，我们会鼓励病人有适当的日常的生活，尽量不要整天都躺在床上。卧床一直是一个病人植入后的迷思，想说躺越久会不会越稳定？但是目前人家这个还写过论文去证实说，其实植入后有卧床跟正常生活的人比较起来，怀孕率并没有差别的。所以请大家不要焦虑。那植入当天好好休息，植入后隔天尽量不要安排太劳动的活动，像登山骑脚踏车等等的。那其实你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的。那再来就是慢慢的，大概适不适合去运动哦，这个可能就要看每个人的体质了。建议这一段期间可以做伸展。那做简单的一个拉伸或等等，尽量不要以过多的一个增加负压的一个运动为主。那这个我想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。那我们植入后，大概如果胚胎顺利着床，在着床的那个阶段，少部分的病人就会有一些着床期的一些不适。那着床期的不适，第一名就是第一个，我觉得可能会有微量的出血。这种着床性的出血非常的特别，
它的量常常都极少量，那常常是淡淡的粉红色、淡淡的咖啡色，很少是像月经一样血量多、血块多。所以当你植入后5到7天左右有微量粉色的出血，如果你都有规律的用药，我想请大家也不要特意的担心哦。那过度的一个烦恼其实是没有好处的。其实大家换个角度来讲，我常常给病人一个说法，也许这就是一个好兆头，告诉你你的胚胎其实很努力在着床的。好，那大家只要记得继续规律的用药就可以了，不用太焦虑。那如果合并比较严重的腹痛，那这个倒是可以回来跟医生讨论看看，有没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你。那除了刚刚讲的微量的出血以外，另外一个可能这时候子宫会有一些刺痛跟收缩的感觉。那如同刚刚讲的，胚胎着床这个过程里面也会引起我们子宫的一些微量的收缩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比较没有感觉的。那少数份的病人会感觉这样的情况，好像子宫抽痛的情形比较明显。那这个我想只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这个某个程度是一个怀孕的反应，倒也不用特别的焦虑的。那再来就是着床期，还有常见的就是容易腹胀，或者是感觉疲劳跟频尿。那如果这些症状都没有，那大家也不要特别担心，说植入后都没有症状，是不是会失败？所以这个部分我给了大家的建议就是，植入后的用药非常的重要。那有这些症状，大家可以记起来。那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，也请大家不要特别的担心。